丫头。应该是一个滑啊！好了，结束了，这是完全是千万不要小瞧眼前这个面露青涩的小伙子，今年才22岁的他就已经有着6战全胜、6场 KO 的战绩。这一次更是马不停蹄的杀入到日本东京踢馆，创造了日本东京后乐园最快的 KO 纪录。他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内蒙的小伙子达乌希利特。而这一次日本拳坛所派出来的选手同样也不简单，他有着8战全胜、4场 KO 的战绩，同样也是一个不败超新星上野勇吉。比赛还没开始，这个小日本便狂言，这场比赛不会让我们中国选手活着回到中国。这场不败新星对战不败新星的中日对决，看一看谁才是中日拳坛之间最大的一匹黑马。好，观众朋友们，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注意看红方选手上野勇吉，而蓝方选手我们注意看啊，蓝色拳套便是我们中国小伙子达乌希利特。这是达乌希利特在日本的第2场比赛啊，上一场比赛呢更是创造了这个日本擂台后乐园最快的秒杀记录。当时应该是用了不到1分钟，非常的快。达乌希利特是我们中国拳坛少有的左撇子选手，他的左手拳非常的重。我们国内最出名的左撇子是张志磊。一回合已经过去了1分钟的时间，达乌希利特也不着急。好漂亮，前手非常快。同样是不败新星对方的这个水平，哎呦，在我们面前显得有点是不是太低了？漂亮，又是前手。上野勇吉，这个小日本明显是被前手打得有些生气了。近身的搂抱。这个肢体动作说明他现在是有些晕的，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一下。就光是2名选手往这一站，观众朋友们，这气质都完全不一样。我们像拳王，对方像一个剪头发的你看他这个发型呢，好像这个理发店里的托尼老师。漂亮，上半身相当灵活，步伐也非常的灵活，很自信。千万别看我们中国小伙很瘦，但他的终结能力非常强，6战6 KO， 这不是开玩笑。一回合最后20秒。漂亮！哎呦，达乌希利特的前手拳很重啊，他的左手拳还没出。好，第2回合比赛继续。双方的对拼，达乌希利特打得很自信，吃拳了也不怂。日本选手上野勇吉有点软了，漂亮，又是前手。好，有些晃，达乌希利特抓住机会，但日本选手显现出了他们日本选手的特点，就是扛打，就是顽强。哇，这还不倒？他不仅不倒，还在不断往前冲，我觉得脑子是不是打傻了？
上野勇吉这小日本的抗击打能力的确顽强，毕竟今天他代表的是日本啊，所以说轻易来说他不会被 KO， 也不会认输。好，上钩！哇，这下上钩！我的天哪，差一点打飞入擂台，而且整个人是直挺挺的躺尸了。死没死啊？不是，这个还喘着气儿吗？不愧是我们中国拳坛最新的一匹黑马，的确够给力。达乌西利特拉弓射箭，庆祝姿势也很有感觉。好，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达乌西利特在日本东京创下的最快 KO 记录。对方的话是来自日本的山田。我注意看啊，蓝方选手是达乌西利特，而红方的话是山田。大家伙千万不要眨眼。阿特是一名反架选手啊，他的前手的勾拳啊是非常的有力。啊，应该是一个滑倒啊！观众朋友们，这个拳够不够凶，够不够快？我们看日本选手现在是强撑着站了起来，不过接下来迎接他的只有更深的深渊。倒地稍应该是有一部分的意外啊，但第二次算一个击倒啊！这么快又来了一次击倒啊，这真的是连续2次被击倒，但日本选手还是那个特点啊，不被打死，坚决不认输。好，比赛继续，机会不多啊，尽量把它打直啊，而不是这么快的把它结束掉。哦，这是我见过在后乐园进行的最快的击倒啊！好，观众朋友们，够不够快，够不够狠？以达乌西利特他这种天分和他的实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冠军只是时间问题了。好，比赛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哎呦，这个拳应该有了，这个力量，有了，哎呀，直接快了。见过下手狠的，但没见过下手这么狠的。这招旱地拔葱断头台，可以说只要不投降，致死率100%。只听一声清脆的响声，还不等裁判出手，老外立刻拍手投降。好，我们看现在正在出场的选手一脸自信啊，没错，他叫费德亚，来自于塔吉克斯坦。这个小子不仅是自信，而且还有点狂。赛前竟然向我们中国的抗日英雄啊，日本人克星张美轩啊发起了挑战，在发布会现场对我们张美轩是推推搡搡，而且还羞辱张美轩啊太老了啊，说张美轩你已经1年没有打比赛了，赶紧回家养老，甚至还说会像杀鸡一样扭断张美轩的脖子。虽然说张美轩他是因为受伤啊养伤了1年，但是挑衅张美轩啊一般来讲下场都不会好过啊。我们看张美轩，好家伙，观众朋友们啊，张美轩的这个自信程度啊比这个老外看起来还要自信啊，完全不像受伤的人。好，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下张美轩本场比赛的表现。由于上一场比赛打日本人的时候啊下手太狠了啊，一不小心把小腿击骨折了。他的一个边角到另外一个边角，张美轩防守还不错，做了个前镜，断头台有没有？哎呦，这个球应该有了，这个力量，有了，哎呀，直接快了。好，张美轩虽然说双腿受伤了，但是他的双臂啊，这个力量还是很足。我们来现在回放看一下对方下潜抱摔，而张美轩啊，这个防抱摔非常稳，先稳住局面，然后赶紧啊，用自己这个力大如牛的双臂，直接把对方啊旱地拔葱断头台。而且张美轩，我们注意看啊，他还是很得意，他知道此时此刻对方完蛋了。哇，这下直接给撅起来了啊，像拔萝卜一样。裁判在一旁不知所措，不知道叫暂停还是不叫暂停。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们啊肯定会说啊，的确是够狠，但很可惜打的不是日本人。没关系，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就带你看一看日本人克星啊张美轩打日本人的时候有多狠。观众朋友们不敢吹牛，但是比上一场比赛狠上2-3倍，那绝对是有了。眼前这名选手，我们看他便是来自于日本的田村纯，而接下来出场的便是日本人克星，他的绰号叫做穿山豹的张美轩。你看出场方式啊，还是戴着墨镜，一脸自信的笑容。
至于为什么这么开心呢？观众朋友们，很简单，要打日本人了，能不开心吗？看到的是昆仑决世界极限格斗大赛。大家好，我是昆仑决亚维。看这个从体型上，日本选手这个体型很漂亮。是。这个张美山呢，应该说是昆仑决上的熟面孔，也是拥有昆仑决洲际金腰带。在我的印象当中，张美轩是一个表演性很强的一个选手。是的，动作呢比较大，可看性很强。此外呢，张美轩的站立技术也是很强的这种散打风格，对，因为他的基础是散打。对，比如这种小鞭腿啊，这个话音未落，张美轩有一个小鞭腿。实际上这场比赛的日本选手啊，他是非常能装的。我们看他两条胳膊啊，像两条绳子一样甩来甩去，也不防守。咱也不知道他想干啥，但是能感觉得出来啊，他对自己的你看距离把控很自信。他认为打张美轩啊不需要防守，因为在臂展上他有着绝对性的优势，这是我们肉眼可见的。美轩身上呢，他会经常有这种动作。我们看日本选手也是很放松、很松弛，可能会风格跟张美轩有点像。其实张美轩在用各种大型的这种大动作的时候，还是有比较细腻的观察的。好，低扫。观众朋友们，我知道了，对方是手痒了。估计打拳击赛之前啊，他是个司机啊，开车的。这个手痒了，你看摸方向盘的动作非常熟练啊，挂档摸方向盘。好，没错，双脚动起来啊，这个离合油门啊，配合的非常好，一看就是老司机了啊。是的。这场比赛呢确实很难打，很难打，而且对方的反应啊、移动速度啊都很快。对，我们看这场比赛啊，就是日本选手张美轩的这个到现在为止，双方都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两人还没有真正放开来打。对方这个高扫啊，看得出来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功力啊。是。我们看对方的各种姿势啊、打法，迷惑性还是很强的啊。张美轩还是有点看不太懂啊，但是好像但是似乎并不影响张美轩的进攻，什么凌空踩踏呀，啊，各种招式还是往上去上。两个人的战架都很轻松，都很松散。但是这个日本选手意识很好啊，张美轩刚刚有前腿动作，这是后腿。日本选手田村纯的这个后手反击啊很迅速。对。其实张美轩的整个的体型，在他这个级别来说，并不是占很大的优势。后手拳有击中，好了，继续前击，正面打拳，手击，裁判终止比赛了。哇，结束了，朋友们，这一连串的进攻啊，最后精彩和突出，看来对方在比赛当中的各种表现激励的。这刚刚也表示手有点疼，没错，观众朋友们以后在街边上或者这个吵起来了，打架之前先问人家啊，问人家到底姓不姓张？当然我们并不鼓励打架啊，姓张的太狠了啊，张美轩、张美斌、张志鹏。这一战是泰拳史上的最强对决，一位是银量级别的泰拳世界冠军，他打法风骚，个性十足。用脸做防守的凶残本性，再加上身经百战的泰拳功底，造就了他14战全胜的不败金身。他的重拳令人恐惧，他的下巴更是令人感到绝望。曾前后5次赢得银量级别泰拳世界冠军，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将他终结。他就是江湖人称铁人的罗唐。而此战他的对手是银量级别的踢拳世界冠军，他势大力沉的腿法堪称一绝，不仅够劲儿，而且还够快。残暴的进攻方式摧毁一切挡在他面前的对手。他就是江湖人称扫腿机器人的苏伯克，一个是坚不可摧的铁人，一个是无坚不摧的扫腿王。看一看谁才是真正的王者。Already super like looking for the elbows. Very cautious. Hands tight. The jab into a long time. Side. Is at stake. Anticipated 50 years.
Recently, but you guys must have forgot. Iron Man is skilled with the elbow weaponry. At the top. Rodtang looking to close again with the close elbow. Comes right up the middle. The first round comes to an end. Relax. One of the big right hands. Really trying to answer with elbow shots. Closing the distance. Big leg kick. Sticks his tongue out again at Rodtang. Defense of Rodtang is on point. Again, we talked about the offensive power, but on the defense, there's still Rodtang is so slick. Moving his head out the way, pivoting, getting the arms out there. He's really doing a fantastic job shooting out the kicks, the elbows, and super leg. Forget just how technical Rodtang is. Get caught up. The sheer brawler that he is, the head shaking, the cockiness, the swagger that oozes out of Forget how technical he is. And those martial Right knees in a row, and the top. and again, they close the distance. The super leg off the knee, follows up with an elbow. Super leg looks 对于这一次的滑倒，罗唐并不服气，他认为是自己脚下滑倒，并不是被对方击倒。也正是因为这一次读秒，影响了整场比赛的结局。Fighting like he's behind the scorecard, trying to get Super Leg out of there. Super Leg pushes forward, saying true to his word, saying he will not go back. He wants to hide. Open check again on the forehead. Rodtang. Super Leg slowed down and loose around the movement, Gianni. Rodtang is starting to pour it on here. His third and final round. Super Leg to go to the knee. Up against the rope, with a double underhook. Every Kinsa now separates. Less than 100 seconds to go in the Muay Thai super fight that the world has been waiting for. Super leg, body ties up. Rodtang looking to the left side. Fantastic technique. The undisputed flyweight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Flyweight kickboxing is right into that clinching in each belly the seconds off of the clock as Rodtang throws the big left hook. Super Leg answers with the kicks that made him famous. Rodtang trying to avoid the trance. Super Leg desperately trying to close that space. Shut down the juggernaut that is the Iron Man. That he is, the world champion that he is. Scores and then Spartan ties up. Rodtang connects. 1, 2, and tying up. It's not want to let Rodtang create the space for his combinations.
inside the clinch. He cannot separate the final seconds of the super fight the world has been waiting for. It did not disappoint. 比赛结束，两位英雄惺惺相惜。罗唐也在这场比赛中亲手给苏波克当场换血，双方打得难分难解，十分的激烈。最终，苏波克以判定的方式战胜了钢铁侠罗唐，打破了罗唐的不败金身。但由于赛前苏波克减重失败，他的体重比罗唐大了10多磅，因此即便他赢了比赛，也无法拿走罗唐的金腰带。这什么玩意儿？老子要跟他过过招！下期视频再见。注意看视频中的外国选手在比赛途中连喊带叫，频频向中国选手发起挑衅，而且还脏话连篇，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被激怒的中国小伙立马冲上前去就要暴揍对手。其实在比赛前一天的发布会现场，两个人就爆发了激烈冲突，在发布会现场便互看不爽，互看不顺眼，差一点就打了起来，而且相互之间都放了狠话，都表示要在1个回合之内终结对手。好，我们注意看，比赛还没开始，裁判便向现场示意他扣掉了1分。那这是发生了什么呢？因为在比赛开始之前这个外国选手他超重了2公斤也就是4斤多呀。但观众朋友们，这是赛前的4公斤，到比赛现场之后的话，他要比中国选手至少大了15斤以上。好，比赛开始，这是一场中巴对局。我们中国小伙名叫冯天浩，绰号毒蛇。其生涯战绩也是相当不俗，13战11胜最近的话有点不太顺利输掉了2场比赛，但都是以判定的方式。一场是在国外，也就是韩国打的被裁判给黑掉了。所以说冯天浩现在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所以说看看这场比赛两个人要具体怎么去打了。对，我们也看今天这个队长冯天浩能不能为今年的不顺利扭转一下。对，贝利萨里奥是拿了一个反架，他是在巴西一直在习练巴西泰拳，并且在柔术上也是颇有建树对，之前的比赛对我们见到过然后呢，冯天浩呢，其实你也不能完全说他的比赛特别不顺因为跟山魈周坤的那场金腰带争夺战是也是苦战了5个回合。是的。而且在 Black Combat 就是我们远到韩国那场比赛当中，我个人是觉得那场比赛就他的这场比赛是有争议的。对，我实话实说对，输给了这个韩国的选手。对，因为那场比赛也是我解说的嘛，然后所以我觉得确实有争议所以客场作战我觉得也很正常冯天浩心里也是憋着一股火今天我在赛前的时候见到他的时候，我说备赛怎么样？他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还不错，放心，就这俩字我们就放心了。对，很掷地有声这场比赛明显贝利萨里奥这个巴西的光头佬他明显是一个重炮手。我们看他的双手拿得很高他曾经练习的是以泰拳为主。泰拳选手的特点就是这个双手举过他的脑门你看对方的拳法呢很重能感觉到很重，但是打得不准。而冯天浩则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重击，但是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你看步伐灵活，出拳出腿也都很快拳腿连接也你看速度非常的快。对，这场比赛冯天浩一上来打的还是蛮稳的是对。就是其实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讲，就是比赛的节奏由快变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高扫，对，更多的慢慢去掌控比赛，下压击腹，然后继续来绕，再来绕，慢慢的找机会，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直拳挂中线，继续再移动，太漂亮，这前手的中线点的不错而且加上自己后手的1-2连击。对，防守端还是要拿好冯天浩又有点来劲了这是1-2个连击。就是我觉得就是整个24赛季就打到现在，我觉得冯天浩在自己的拳法上确实是精进了不少不管是自己出拳的线路和落点。其实有那么1-2个瞬间，我感觉本场比赛两个人像大人打小孩当然了，对方有点显老他不只是显老，他年纪这一块的确要比冯天浩大很多。什么情况？哇，这一个冲撞
冯天浩拿到上位，这是赛前我们没有想到的，因为对方来自于巴西啊。这个贝利萨里奥他的地面技术很强，但冯天浩今天啊，这个憋着一股火，就是想要以毒攻毒。你地面强，那我就在地面上跟你打一打，斗一斗。贝利萨里奥也是马上把冯天浩给关进来啊，进入到封闭防守。然后打内部。对，看看有没有往上去挂腿的想法啊。对，在地面上，我觉得贝利萨里奥还是挺有想法的一位运动员啊。毕竟之前我们的中巴对抗赛的时候，我们也见识过他的能力。对，要有动作，这个位置上位的时候要有自己的击打。对，给锤击，一点一点的往前推，击斧打肋部，要持续的能够压制对手。对，他这个前挂的这个过程让贝利萨里奥这边。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二个回合，看一下接下来冯天浩的表现。我们注意看啊，这个黄皮肤的小伙是冯天浩，他今年才22周岁啊，很年轻。但是他却创造了历史啊武林龙中队这个赛事最快的 KO 记录啊，10秒断头台降服。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搜索一下啊，非常的惊人呐。好，第二回合冯天浩一上来还是采取自己的一个外围游走战术，不但用前手呢去点刺对方。第3场直播哈，从前面第1场苏朗让波到阿古拉利再到冯天浩，我发现今天哈中方战队的队员有一个共同点，就打的都比较的沉稳，很稳健。对。就按照以往我们看冯天浩的比赛，觉得能在第一回合一波带走就给带走了。是的。结果没想到在优势的情况下选择了下潜高手。对，比如说他创造最快降服的就是那个对手撞上来一个满怀，直接拿了一个断头就结束掉比赛了。对。而且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可能很多拳迷朋友对于冯天浩的印象，他都是属于这种拼打型的运动员，打法比较激进。对。就是赶紧打完事了那种，就感觉有点着急下班的意思。但是你看今天的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仿佛做好了打持久战的比赛。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状态就是之前和周坤的那场冠军赛啊，就金腰带之争的时候，就是备战5个回合啊，也会让他刻意的把自己的比赛时间线给拉长。是再次选择下潜高手。对。哇，观众朋友们，冯天浩这个小伙可能你们不了解，他以往的比赛从来不打地面，能打拳就打拳啊，实在不行就踢腿。进地面那是一次没有的，今天真是让我们开眼界了。小心，哇，这个危险了！哎呦，转身过来，我们看拿这个10字，冯天浩能不能抽手啊 ？OK， 目前看没有问题。对，弓身体抽手，就刚刚说完啊，就是贝利萨里奥的能力就体现出来了。下头，抽头出来，漂亮，对。哇，观众朋友们，刚刚这一波的确是让我们把这个心提到嗓子眼了。还好，冯天浩的话也是逢凶化吉。好，现在拿到上位之后，冯天浩齐称位非常的标准，把自己身体的重心呢，我们看压在对方的胸口这个部位，而且不着急。你看，他现在甚至还在和现场他的团队进行一些交流。还抛媚眼儿啊，这看得出来，现在的确是很放松啊。对，一点也不着急。对，这要是之前可能在23年的冯天浩就一顿输出，叮咣五四的就开始下砸了。对，你看现在就是打得很轻松啊，一点点磨他。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他在综合格斗当中另一个短板的成长，就是比如说你总要。如果你是想让自己的职业生涯走得很长远，换句话说，你总要学会打磨血的这种战术，对吧？你要想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是的，一定是要经历这个过程的。你不能老是被别人摩擦，对吧？按在地上磨3个回合，你总要学会这样的打法。蹬出来，就贝利萨里奥一点也不着急啊，他在地面上的能力确实是在的，就看他如何去抓这样的机会。但是这个骑乘我觉得他不大好破啊，就冯天浩骑的比较高。好，继续给锤击，这个劲儿就有点意思了啊，就有点之前比赛的意思了。今天打的是，冯天浩是特别有章法。对，就是他刻意的去放慢比赛的节奏。对。其实观众朋友，赛前对方的外号叫做大鲨鱼。
啊，但是比赛开始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和鲨鱼不沾边儿啊，完全不沾边儿啊。小金鱼儿我觉得都有点大了啊，小鱼苗啊，可能是鱼籽儿、鱼卵，这还没成鱼呢啊。要知道双方差了10多斤，他能被冯天浩骑在身上。还有一个点啊，他还是巴西柔术的高手啊！我觉得这并不是巴西柔术的高手，是揉面高手啊，揉面高手还差不多。不要打拳了，也不要打综合格斗了，去山西啊，去做刀削面，我看刚刚好。贝利萨里奥现在有点就疲于防守了，但是地面还是在去做控制，拿背要去搭这个身体三角，看能不能够着啊，小孩能不能塞在膝窝里，侧身去控制。还有10秒钟的时间。对，确实是啊，就是冯天浩以往的比赛就是。感觉能2个回合结束的，绝不打第3个回合。今天变了一种风格。对，今天他这个感觉就是明显把自己把比赛放进第3回合了。哦，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称重的时候说要让大家看到一个2.0版的这个冯天浩是什么意思了。这回合看看冯天浩上来要怎么去打，还是在站立端要跟对手先打一打吧，应该。晃一晃前手。好，现在是最后一个回合了，但是冯天浩呢还是不着急，因为前2个回合我们建立的优势啊已经足够巨大啊，就是第3回合呢只要稳下来就可以赢了。哦，神龙摆尾，终有一些主动性的进攻了，哎，对方还还了一个，这就有点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小进大屋了。我们是神龙摆尾啊，对方这个野狗撒尿还差不多啊，姿势很像。冯天浩还是不着急。但是态度上和脚步上啊，还是不断的往前去压制的一个状态。好，反架又换回来，漂亮！就逮着一后手。是。后手再来一个高扫，打突击的能力也不错，这也是他一贯的习惯性打法啊。就是拳换腿的过程被对手起腿的时候踢到了裆部，这一下迎上去了。不轻啊！在毒蛇冯天浩对阵小鲨鱼贝利萨里奥。连续的点前手去晃对手，下潜抱摔，对手这个防摔做的不错啊！马上又是把他关到了自己的封闭防守里。还有3分钟的时间，看啊，马上从这个盖的里面出来了，给逼扫。然后再给一个。贝利萨里奥并没有想要站起来的意思啊。这场比赛真是越打越有戏剧性了。赛前这个一脸嚣张，放话要终结我们的老外啊，现在显得非常的狼狈。你看躺在地板上撒泼打浑，什么情况啊？但我们中国选手也很奇怪，原本是一个作战风格非常猛啊、很凶的一个选手，今天啊却反倒很沉稳。你看很有耐心啊，你撒泼打浑，那我陪你玩一会儿。好，现场裁判就更有意思了，看着2个人这一幕呢就这样发生也不管，这在搏击擂台当中不多见啊。好，起来了，终于起来了，最后的2分钟，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场台张鑫老师提醒他们要进攻哦，还是对自己很有信心啊。对这个下潜抱摔略慢，对手的下潜抱摔应对的过程当中也是很快。冯天浩还是要冷静啊，不要被对手激怒。对，自己别上头啊。对，1、2连击压后手就可以了，又是下潜抱摔。对，把对手拧转过来之后，让对手进入到封闭防守。对手3番5次的挑衅和脏话，这下也是把冯天浩给点燃了。虽然说的是巴西语，说的是鸟语，我们听不懂，但是从他的口型和状态能看得出来啊，说的话绝对不是什么好话。好，最后的时间，冯天浩现在依旧处于上位的优势位，但是2个人这个身体叠在一块儿啊，这冯天浩的后背啊太瘦了，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把这个肌肉的维度啊上一上啊。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很瘦，左手对抽出来，控制一边，打头，打肋部，连续的拿自己的
小幅度进攻啊，这个把位来度过被圈住了啊，是的，不太好起。对，连续的打肋部，所以这个把位结束比赛。好，双方也算是鏖战了3个回合啊。是，好，这场3回合的苦战终于结束，鏖战了3个回合。这场比赛呢，虽然说赛前啊非常的火药味十足，比赛的途中啊也是火药味十足，但是没有想到整场比赛打完之后啊没有产生 KO， 这个让我们有点意外了啊。10比26，比赛结果红方胜。